我是苏月，东幽国皇后。前世我倾尽所有助二皇子上官南风登上帝位，却被苏心剖腹杀子，剜去双眼，活活惨死在这银凤殿。妹妹，你好像难产了，看来只有剖腹取子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倒是忠心，可惜了。小子，妹妹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变成200斤的猪样吗？因为我每年每月每日在你的饭里掺药。你以为皇上爱你，你不过是他登上皇位的一颗废棋罢了。苏心，若有来世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倒是能可，肚子都被剖开这么久，现在才死。我杀了你们！这只凳子是娘亲的凳子，我重生了。你个废物娘亲生出来的偷懒货，还以为自己是丞相府小姐吗？你个贱骨头，我不是疯了不成？月儿，是母亲不好，你疼不疼？丞相府主母你也敢打，好大的胆子！丞相府主母，丞相府把你们丢在这庄子里，我现在做的事儿可是丞相府默认的。前世腊八，他们趁我不在联合欺辱玷污娘亲，之后娘亲便疯了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上一世腊八，张东趁我不在，强行玷污了娘亲，距离腊八只有5天，我等不了了。救命啊！有小偷！云妈有小偷！天没亮透，我只看到一个黑影，以为是小偷要偷咱们的米面。若姐，你个小贱人！我昨天刚做的熬夜。云妈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2巴掌换他哀嚎半日，值，但这还不够，他的伤势还不够重。5日之内，我必须把张东废掉。娘亲，这个腊鸭绝不会再让你受那样的屈辱。臭丫头，看什么看？吃吧，吃个干净。老实待着！不要！求求你们不要这样！娘，你过来帮忙，这娘们劲儿太大了。没死是吗？好，那就废了你，让你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。张东那条色路命是保住了，但从那一夜起，我每顿送饭都在他的吃食里掺料，他的腿脚一日比一日废，力气一日不如一日。郎中来了又来，什么都查不出。
月儿，我把他交给你了。娘，你还有我。娘，放下对爹的执念吧。但凡他有一点爱你，也不会在外五父一家遭人陷害时毫不犹豫地将我们推走，把我们丢在这里不闻不问。他对你不过是利用二字。你深夜握着他送你的唯一东珠夜夜垂泪时，他在和那柳氏芙蓉帐暖。这一世，女儿会护着你。东珠卖了，手里有了本钱，我去找郎中王大夫打好关系，以后每天上山采药，名正言顺的把娘亲带出去，远离张东那条色狗。王郎中，王郎中，你在家吗？小丫头，这卷杯真是你采的？王郎中，这东西原来叫卷补呀，我只是在悬崖边石头缝里看到，这大冬天就这个翠绿，便猜这是草药。不过是些便宜草药，5颗，给你3文钱吧。王郎中出了名的神医，定然不会骗我。原来费了那么大力气采的，才3文钱，那我以后还是不采好。这样吧，念你不易，给你5文钱，你以后要定期帮我采。我可以给你采药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云妈问你卖多少钱，你不能说实话，说出了2文钱买的就行。成，只要你继续采药就成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三皇子病得不行了，皇家准备给他娶皇妃冲喜呢。听说皇帝属意丞相家的女儿。三皇子上官南星，前世把所有温柔都给了我的人，我必须早点成为药王弟子，为他治病。得想办法让丞相府主动来接我和娘亲回去。张东靠着我每日关照他的饮食，腿脚一天废过一天，整日卧床不起。如今我找的曼陀罗花，是对云妈3人复仇的最后一步。月儿，你在找什么？曼陀罗。月儿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娘，人不犯我，我不钻人。你还记得那夜猪圈里发生的事吗？那色狗之前没成功，也是我之前下了泄愤，只是没想到那条狗误打误撞吐了出去。母亲，原谅2个字，是懦弱的人说出口的。月儿一定会保护你。月儿，你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曼陀罗花，娘亲你运气真好，这花可比叶子毒多了。吃吧，吃完便好上黄泉路。小贱人，柴火不多了，你去给我劈几筐！你就这么着急吗？能不能不在这儿？这肮脏的地方我受不了。能不能等大家都睡了，去偏房？好，那晚上你得好好伺候我。前世的账一笔一笔开始还了。怎么这么快？不对，来人的目的绝不单纯。夫人，二小姐，丞相府来人接你们了。原来是三皇子病重，钦天监算出需要一位苏姓水姓的女孩冲喜。整个朝廷苏姓只有丞相一家，父亲是迫不得已来接人的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机会。丞相备了马车，请夫人和二小姐上车。张东大伯，你的腿脚好些了吗？怕是这辈子都站不稳了吧？云妈、翠翠、张东，3杀了结。下一个目标，丞相府。柳姨娘、苏欣、父亲
这一局该怎么下？父亲，我记得咱们家的大门没有这么矮小，还是说月儿5年没回来长高了，看这大门便变窄了？回二小姐，你好久没回来了，这是角门。父亲，我记得角门是下人和妾室走，今日姨娘做主，让正妻嫡女走角门，这事儿传出去，父亲可要落一个宠妾灭妻的惩罚。圣上罪增宠妾灭妻，柳姨娘以下犯上，关禁闭10天。角门开着，让她走，其他人走正门。柳姨娘说是给您洗漱用的。柳氏，上一世你往我饭里掺药，毁我身材、容貌、名声，害我惨死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痛不欲生。好戏开始。孙女5年未能在祖父祖母面前尽孝，这3个头是月儿的愧疚，这3个是月儿今日来迟，向各位长辈的请罪。月儿因好久未见各位尊长，早起梳妆打扮，没想到误了时辰。月丫头，起来吧。既然是为了见我们，那就算了。他昨夜明明被罚禁闭10天，今日竟站在这里。月儿请罪还有一事，昨夜父亲不是说让柳姨娘闭门思过10日吗？这刚过1夜，他就出来了。是月儿记错了日子，还是说父亲的话向来是随便说说的？当真有此事？上一世姑父重病后，姑姑得了药王的药方，不停背诵，让我无意间记住了。这一世，姑父可以活下去。对了，姑母，我昨夜做梦，梦见姑父生病了，不知道姑父身体是否康康。月儿的梦是真的，大夫说夫君没几个月了。姑姑，我在梦里见到一位白胡子老神仙，他告诉我一个方子，说是能治姑父的病。你先让大夫看看，没问题再给姑父试试。月丫头，你就是姑父的救命恩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何今年12岁。小何，你在我这里好吗？就留小何一人吧。再差人把花妈妈叫来，提为平月轩管事吧。上一世我只知道和苏心硬碰硬，却忘了花妈妈是老夫人的眼线。这一世，先把老夫人这条线经营好，复仇大计才能顺利进行。年关将近却不下雪，我才猛然想起，前世这雨下了整整3个月，为何决堤，恶殍遍野。如果这一次提前让皇帝加固堤坝，便可挽救。我要去告诉父亲。父亲，我说的是，可能不适合姨娘听呢。月丫头，有什么事姨娘不能听的？这事事关重大。至于与姨娘亲近的事，月儿过几日亲自去烟柳阁登门拜访。好了，有什么事你说吧。父亲，您不觉得这天很奇怪吗？有何奇怪？左右不是下了雨罢了。父亲，现在年关将近，往年都是下大雪，唯独今年下雨，一连下了10几天。我之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这雨连下3个月，为何决堤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庄稼颗粒无收，恶殍遍野。许是这雨下的久了，让你做起了噩梦。父亲，姑父生病，最近好了许多。您知道吗？姑父病情之所以能好，都是一位老神仙托梦写了方子给你。我怀疑这次梦境也是老神仙的预警。你说的句句属实，千真万确。若因您的提议而躲过一次天灾，不说陛下奖赏，百姓也会对您称赞不佳。明日，你和你姑姑随我进宫。千真万确，那梦境犹如亲身经历。苏月，加固河堤耗费大量人力财力，若这雨下不了3个月，如何说？那皇上可否有兴趣与民女打赌，就赌这雨是不是下3个月？有趣，
你的赌注是什么？这雨若能下3个月，皇上便下一道许我婚配自由的圣旨。这一会三皇子吐血，皇帝震怒，要拿苏家问罪，他却死死拉住皇帝的手，恳求皇帝答应我。皇帝答应了赌约，我当场为三皇子施针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的脸色一点点恢复。南星哥哥，你醒了。苏姑娘，我们并没有那么熟，请喊我三皇子吧。是三皇子。苏姑娘，天色晚了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。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在我这儿过夜，总归不好。我这一世是为复仇而来，不该拉着三皇子。前世欠他太多，这一世不能再欠他了。逆女，你今日惹怒圣上，危及苏家，立刻到祠堂跪着！月儿，你在吗？姨娘刚刚劝了丞相，这跪3日实在太重了，是姨娘求了丞相，改成1日便可出来了。还不谢谢姨娘？谢谢姨娘。姐姐，为了月儿，我可是牺牲了很多呢。刘氏，你羞辱娘亲的账，我定要你还。前世同样的路，我被劫走，毁了清白。从那以后，我不敢出门，不敢见人，下半生如行尸走肉，落得惨死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什么人敢拦丞相府的马车？老头子，少管闲事，把马车里的妞留下，你可以滚了。苏管家，他们的目的是我，你听他们的，回去报信。可是，二小姐，他们留你活口，就是让你回去报信。既然要你报信，便肯定不会伤我性命。去吧。得先找到机会松绑。你们是不是受丞相府里的人指使的？你倒是聪明，的确有人出钱买你的清白。你们不就是要钱吗？我出3倍价钱，你们别动我。老二，速战速决。你们今天敢动我，我直接死给你们看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的雇主要的是活口，我没了，你们1文钱也拿不到。进了城就安全了。那几名大汉给我下了合欢散。前世中了合欢散后，无人守护我，我就那么浑浑噩噩撑过了1夜，什么都毁了。这一世，那双月青色靴子的主人救了我。三皇子，醒了。你守了1夜，
大夫说合欢散用冷水泡能解，你的手有伤口，不能泡水，所以只能这样。谢谢。昨夜你喊了一晚南星哥哥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听到了。苏月，你一夜未归去了哪儿？妹妹，你这是莫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？父亲，妹妹昨夜出门时可是遇到了那帮采花大盗，莫不是清白？必须验身。老爷，月儿她……苏月，你有没有？苏丞相，昨夜苏二小姐在我府上，你若信不过我，便带着她验身吧。三皇子言重了，既然小人真的是在您府上，臣就放心了。验身一事大可不必。既然婆子来了，那就验吧。不过不是验我，是验姐姐。苏心挑唆父亲验我的身，想要毁我清白，可惜他错了。他前2日夜里的行踪，小朵早就报告。姐姐，我曾见你前2日半夜出府，一夜未归。为了丞相府的清誉，姐姐还是委屈点，验下身吧。你瞎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半夜出去过？哪需调查那么麻烦？出没出去验过不就知道了？若还是完毕，便是妹妹我看错了。来人，带大小姐验身。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一笔一笔，我记着。大小姐仍是完璧之身。苏月，你对我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这话该我说才对。娘，今天他让我当着我那么多人的面验身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心儿，别急，3日后有百官女眷诗会，到时候你带苏月去宫里，让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出丑。娘已经安排好了。怎么安排？题目，娘已经托人弄到了，你提前备好，到时候。苏心，我会将你弄来的题目变成你的噩梦。我救下了苏管家的女儿苏青，又让小朵监视苏心，让小宝留意柳姨娘，情报网成型。这一事，我必定让苏心母女付出代价。光天化日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果然是明日诗会的题目。苏心，你以为你胸有成竹，殊不知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诗会的事安排好了，但还有另一件事。娘亲的嫁妆被柳姨娘偷卖了多年，其中那幅迎春图，我便要在今日将它讨回来。父亲，我今日去典当行发现一幅画，画风极像母亲嫁妆里外祖父的真迹《迎春图》，却不知怎么出现在了典当行，只好花钱买了回来，请父亲鉴定。二皇子上官南风求见。丞相，嫡妻的嫁妆经由姨娘掌管，在东幽闻所未闻。这话你怎么解释？老爷，妾身也是一时手头紧，又不敢开口，来人，打柳姨娘20板子，5日之内将顾氏嫁妆全数归还，一件不少。这只是开始，柳氏，你私下动了多少娘亲的东西，都必须给我一件件吐出来。月儿，娘想拿一部分出来接济三舅母，她临盆在即，大舅母不管不顾，再拖下去怕有生命危险。上一世三舅母的孩子被活活憋死了，这一世我来得及救他吗？上一世外祖父一家酸败，三舅母难产，孩子也没了，我不能等，今夜就去。一个5岁的孩子手冻成这样，还在洗碗。大舅母，这笔账我先替小铃铛记下。这么晚来顾家，有什么事儿？大着肚子的孕妇烧水，一个5岁孩子满手冻疮洗碗，这就是大舅母照看的方式。我们顾家的事儿轮不到苏家的人。大舅母，我今天来不是来争论的，我来告诉你，
若三舅母出了半点事，我父亲会第一时间知道今晚这里发生的一切。大舅舅，三舅母快临盆了，如今在灶前烧水，若孩子有个好歹，你这做兄长的担不担这个责？这是200两，足够三舅母好好待产。若孩子和三舅母出了事，你们2个都别想好过。表姐，没事了，今晚不用洗碗了。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来不及了，三舅母要生了。小姐，这孩子生得太慢，夫人快撑不住了。你出去，让我来。你是出去？不是倒生，是头太大，生产时间太长。我在太医院学过接生，这一世这个孩子绝不能再死。孩子活了，活了！上一世我的孩子连啼哭都没来得及，这一世就活了这个孩子。月儿，谢谢你。二小姐，诗慧，今天就是诗慧。苏欣，你精心备了一场出丑的局给我，可惜了，今天丢脸将是你。诗慧4道题，我改了后2道。他提前备好的诗，到时候答不上来，这个丑他出定了。苏欣，今日这场好戏，你可是主角。是李岩，尚书之女，人称白莲花。妹妹，你看那个女孩好可怜哦，被欺负的都要哭了。这是我怎妹妹，今天诗会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哦。姐姐也是，这包药粉会让人自制力暂善崩溃。苏欣，这可是我给你准备的大礼。这题怎么和买来的不一样？时辰差不多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姐姐，快来人，帮帮我，姐姐不舒服了。今日诗会就到此为止吧。皇后娘娘不好了，皇上在批折子时候晕过去了。陛下昏厥，比前世提前了。陛下得的根本不是病，而是有人在下毒。苏欣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皇宫里当着皇后和百官女眷的面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父亲，是他对我下了药。苏月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父亲，不是我根本不知道姐姐怎么了，我当时还帮姐姐呢。若真的是我怎么会出手？本来今天瑞儿也是非常开心的，毕竟瑞儿在乡下5年了，皇宫早就生疏了。好了，你别哭了，是父亲错怪你了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便回去休息吧。父亲向来吃软不吃硬，我越委屈越对我有利，委屈当武器，这招是前世你们教我的。欣儿，外面都传你是失心疯，咱们不能认。过几日我便说你是中邪了，去元隐寺烧几炷香。中邪比失心疯好听多了。娘亲，元隐寺必须让苏月也去，你可有计划？前世没有元景寺之事，不过无妨，这一世我会让苏欣输得一败涂地。二小姐，刚才大小姐出门时派了人去元隐寺打点，说是3日后去进香。那个人还带了1叠银票，像是要买人办事的样子。眼下紧急的是陛下病重之事。上一世陛下身体每况愈下，所有人都以为是天命，只有我知道，有人一直在他的饮食里动手脚。我要找机会入宫，必须先让父亲带我进去。父亲，陛下昨日昏厥，朝中可有说法？太医说是积劳成疾，调养便好了。父亲，月儿最近读药书，看到一种毒，慢性的，不显山不漏水，偏向是体虚劳损的症状，一般太医把脉未必能查得出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女儿只是随口一说，
不过，如果父亲有机会面圣，月儿想随父亲入宫，为陛下把脉看看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若是真的，父亲首先发现此事是功劳；若是我多想，大不了让陛下多请一位大夫看诊，也没什么损失。明日你随我入宫。午后，小朵来报说，苏欣今日便去了元隐寺，我乔装混进去，打算看个清楚。二皇子，这次的事，苏欣，你放心，该你的一样都少不了。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本皇子登基后，你的位置不会低。那苏月，他已经在我的计划里了。他们的秘密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揭穿。原来前世我被戕害，是苏欣主动勾搭的二皇子。苏欣，在上官南风眼里，你不过是一颗棋子。皇帝中的是慢性毒，这毒混在饮食里，长期积累，一般太医根本看不出来。我要亲手诊出来，才能让皇帝信服。苏丞相说你会医术，回陛下，臣女略懂皮毛，斗胆想为皇上把个脉，若有不对，还请皇上责罚。哎，陛下，请恕臣女直言，这脉象不像是积劳成疾。你说什么？此症状与臣女读过的一种慢性毒物极为相似，混于饮食之中，长期积累，一般太医不易分辨。你先退下吧。这苏二小姐今日进宫，随父亲来的。陛下的事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三皇子知道，他早就知道陛下中毒这件事，我们的目标或许是一致的。二小姐，雨停3个月了，皇城那边的人说魏下提大保住了，百姓都好好的。但苏欣那边究竟在元隐寺酝酿什么？还有陛下中毒之事，需要找到解药来源。圣旨到，婚配自由。赌赢了，这一步走稳了，绝不能让苏月这么顺顺当当的活着，必须让他踩个大坑。眼下最要紧的，便是尽快找到药王拜师。城门口出了大事，上官南星的暗卫昨夜盯着我回来的路，顺手替我把那3个采花大盗给料理了。是那晚那几个采花大盗。恶有恶报，账都清了，现在开始往前看。我记得上一世苏欣提到过，他拜师时候药王落脚的地方叫平月村，和我住过的乡下庄子竟然重名。二小姐，山里路滑，要不我们改日？不改。药王，我找了你2趟了，第1趟没找着，今天我一定要找到你。是这里了。谁？我要拜师。不开门没关系，我明天还来。第1天被赶走了，第2天我带了1楼他最爱的野山菌，还是被赶走了。第3天，我带了1卷市面上极难买到的古医书。老先生，书放在这儿，算我孝敬的，不要也没关系。明日卯时来，我考你3题。第1题，这是什么？怎么用？九死还魂草，又名卷柏，味辛性平，活血通经，止血散瘀，外服可治跌倒肿痛，内服需配伍，不可单用。上焦热盛兼有阴虚的症状，不能单庆热，需滋阴同用。用生地、麦冬、连球、黄芩、知母。但这人若有脾虚的底子，连球要减量，加一味白术。你怎么看出脾虚的？这病症里有食少纳掐4字，脾虚的征兆。第3题，若一人受寒入骨多年累积，如今已成陈疴，脉细弱，面色惨白，时常吐血，如何治？请问这人是何年岁？何时起病？平素是否有内火？你反问我？治病问诊，不问来路，开再好的方也是瞎的。有人教过我，病看人，不看症。你是何人教的？
是一个死去的人。跪下受礼。药王收的徒，这一世不是苏心，是我。但他失去的还不止于此。下一步，我要用这个名头为三皇子治病。有了药王的方子和指导，我开始系统的为三皇子调理。他的病根在幼时受寒入骨，加上多年没有根治，每况愈下。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需要时间。今日你右手有些颤，路上颠簸，无妨。苏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有没有人能保护你？不需要人保护，我自己保护自己。那如果有一天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呢？我不是要你欠我什么，只是如果你愿意，我站在你身边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因为我想。三皇子，你的身体还没好全，先把自己顾好。月儿，这一世我不会再晚了，我一定会护住你。他竟然也重生了，可我这一世只想复仇，这条路不该拉上你。元隐寺禁伤之行，苏心策划了一个莫须有的借口，想逼我带着脚伤爬山。他不知道这个局会反过来套住他自己。祖母，我昨日做梦，梦到佛祖和我说，要想护苏家安屯，必须让苏家血脉之人徒步上山到元隐寺，方显诚意。姐姐，确定佛祖指引是苏家血脉吗？那是自然，那就成。辛苦姐姐了，姐姐也是苏家血脉，这山姐姐来爬吧。我说的是你，月儿这脚，若真爬了这山，万一成了瘸子，丞相府嫡女成了瘸子，父亲在朝中的颜面。心儿，辛苦你了。偷鸡不成蚀把刃，姐姐可要好好爬。上一世苏心让我爬山，就是要废我的脚，这一世我把这坑还给你。上官南风竟将上官南星约上了元隐寺，他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上官南风和上官南星碰面，这不是巧合，是上官南风刻意安排的。我需要旁观，看清他想做什么。二哥不怕我下毒吗？三弟真是说笑，咱们毕竟是兄弟，何必说这种话？弟弟确实是在开玩笑，不过弟弟最近真的中过毒，也不知道是谁下的，到现在都没查出来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！三弟莫怕，我明日便禀告父皇，让监察御史过来彻查。不必麻烦二哥，弟弟只是随口说说，吐吐苦水罢了。上官南风的反应太激动，太刻意，反而可以。但上官南星不点破，难道他也在等上官南风露出破绽的那天？小心！谢三皇子。你今天在偏殿，对不对？二哥那边你看清楚了就够了，不用靠近，太危险。三皇子，你知道陛下中了什么毒吗？你查出来了？我知道解法，但我需要你帮我引路进一次养心殿。好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合作，我用他的路，他用我的医术，谁都不欠谁，但我们走的是同一个方向。苏丞相的女儿又来了。回皇上，臣女找到了解法，若皇上允许，臣女想一试。来吧。苏月，你在宫外都做了些什么？回皇上，臣女拜了药王为师，每日习医。药王？是，药王收了臣女为弟子。陛下今日态度有些不同，似乎是在重新评估我。苏月，复仇之后你打算怎么活？
三皇子，今日的针已经起完了，或许你可以看看我。我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，我没有资格想。5日期限到了，柳姨娘归还嫁妆。这一次，娘亲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。柳姨娘，你有什么话说？老爷，妾身知错了，妾身变卖私产，一定全部补清。月丫头做事倒是细致。娘，这是您的东西，本就该您带。娘亲，你在丞相府忍了这么多年，今天以后，没有人能再轻视你。二小姐，大小姐今天秘密出府去了元隐寺，她在那里见了一个人，那个人用斗笠压低了帽檐，看不清脸，但是身形高大，像是习武的人。出来时，那人的手上有什么东西带出来吗？有一个小包裹，褐色的布，不知道装的什么。苏心在养刀手，还是在传递什么？那个褐色包裹极有可能是毒，莫非前世就是用这个一直慢性的毒害陛下？必须先把苏心和上官南风的密约变成实证，控在手里。我上次见过他们交换密约，但一次目击还不够，我需要亲耳听见，亲手拿到。今天我再去一次元隐寺。苏心，父皇的事按你之前说的去办，时机到了，我会给你信号。那我的位置？登基之后，自然少不了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上官南风、苏心，你们各怀鬼胎，殊不知这一局最后的赢家是我。苏二小姐，我家二皇子想请您过去叙叙话。来得正好。苏二小姐，这么巧又在这儿遇到了。是挺巧的。二皇子在元隐寺也是来进香吗？我听说你拜了药王为师。是。你有没有异议加入皇家？二皇子问这句话，是想求娶，还是想利用？皇子的棋局，恕臣女无暇奉陪。有意思。柳姨娘嗅出苗头不对，开始找机会反扑。她买通了平月轩的一个粗使婆婆，准备在我的茶水里做手脚，想制造一个见不得人的丑闻。可惜我早就防着她。我会让你当着众多下人的面出尽这场洋相。柳姨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妾身冤枉，妾身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知不知道为什么不重要，今日这失仪之举是你自己造的孽，给我闭门思过5日。你越来越收不住，我只是偶尔推一把，你就自己往坑里跳。苏心的生父并不是我的父亲，上一世我亲眼看到他们滴血验亲，这一世我只需要提前找到苏心的生父，证明他的存在，把这张牌握稳了，时机到了再打下去。这张牌我会在关键时刻拿出来。柳氏、苏心，你们的命如今在我手里了。按照前世记忆，
不久便会引发疫情，我必须提前备好药物，届时用这批药堵住所有人的嘴。父亲，三妹妹这么着急，该不会是想在皇上面前表现表现吧？大量收购药材的事被苏欣察觉了，她去父亲面前嗤之以鼻，说我急灵尽力，哗众取宠，浪费银子。父亲把我叫去问话。月儿，你近来大量购置板蓝根等药材，出了什么事？父亲，皇城南边已经有了一些患者，症状和传染性天花极为相似。月儿推断，2月内此疫会大规模爆发。你怎么知道？药王教我的。父亲，这药材的购置不花丞相府1文钱，是月儿自己出资。若月儿判断有误，最多白白费了那点银子。若月儿说的是真的，父亲以为会是什么结果？你有几成把握？10成。陛下的身体在解毒汤药的调理下，一天比一天好。他今日召见我，语气里有了不一样的东西。苏月，你最近在大批购置药材，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皇城南边已出现传染性病症，臣女推测2月内会大规模爆发，已备好大批清热解毒药材，疫情一旦来临，可立即对外施药。朕记得你上一次预言了洪水，你这一次几成把握？10成。若此次疫情如你所料，朕会让你全权负责。臣女领命。陛下今天对我的态度和上一次不一样了。他在想，这个丞相的女儿到底是什么人？很好，我就是要让他想这个问题。苏欣，你在宫里待着，离二皇子越来越近。你以为这是你的机遇，但这只是你生命倒计时的开始。这一章看完，给我讲出来。药王开始正式教我了，每天卯时上山，教完就走。他嫌弃我没天赋，我也懒得跟他争，反正我每次都学得比他以为的更快。你任亲子们7时这样拖着吧，边有2串用药注意下。继续。药王不轻易夸人，但是他的沉默就是最大的认可。你学医是为了报复别人，还是为了救人？2者都有。师父，你这一哼是不是有点认可了？上一世2个月后，皇城大规模爆发天花类传染病，死了很多人。这一世我要提前把药材备好，在它还没爆发之前。陛下中毒要解，传染病要防，苏西和上官南风的密谋要结，修之里的证据要握稳。这些事我不害怕，就是有些累。我的复仇之路不能牵扯到无辜的人。2个月到了，天花如预言，大规模爆发，皇城内外人心惶惶，药材被哄抬，所有人都在恐慌抢购，只有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妹妹，你说过最喜欢过年，因为过年能讨到好吃的。今天已经小年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这里好多好多人呢。这个女孩死于风寒，死于穷，他们付不起药钱。我把药材压着不卖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今日时机到。
小姐，这板蓝根再不出手，咱们快保不住了。太多人盯着我们了。昨夜就有人摸到门口试过了一次。张掌柜，把板蓝根还有多少，具体到量写下来，交给我，要快。很好，我走后继续关门，等圣旨过来再开门。圣旨？等着就是了。开国以来，不管是谁敲了这面鼓，皇帝必须在金銮殿正式宣见。今日，我要全城都听见这件事。苏丞相之女苏月，闻城内风寒之症形势严峻，特呈上之前所囤良药板蓝根1000担。苏月，你敲登闻鼓是进献板蓝干。回皇上，这雨已下差不多2月，这种天气之下，风寒之症定是会出现。于是臣女斗胆提前囤积了大量板蓝根。你囤积板蓝根，不是为了赚钱？回皇上，这风寒传染性极高，百姓苦不堪言。身为丞相之女，自然也跟着父亲食了朝廷的俸禄，为君解忧是臣女该做的事。好了，朕知道了。对于苏丞相之女的进献，朕都退当满意。特赐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赐号嘉宁县主，钦此。臣女接旨。嘉宁县主这个名号，上一世是没有的。这一世，我一步步走到这里，每一步都靠我自己。不服，我不服！苏欣，你嗤之以鼻，说我哗众取宠。如今皇城的百姓记住了谁的名字？妹妹，听说皇上赐了你县主的名号，可外面都在传你当初预言洪水不过是伪造神仙托梦骗皇上的把戏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苏欣早就在暗中散布谣言，说我预言洪水是伪造梦境骗陛下，顺带攻击我的医术和药王弟子的资格。今日当着这么多人，我要让他苏欣第一才女这4个字轰然爆。这是2个月前我在洪水预言时亲自封存留下的预言书，上面写明了为何决堤的时间、方位、灾情，内容分毫不差。皇上手里有一份原件，今日这是副本，姐姐若有疑虑，可以请皇上出来对照一下。这是姐姐3年前向药王自荐时递交的医学文章，药王当时就在老太爷府上，曾当众指出此文的6处错误。我今日对着诸位逐一念一下这6处错误。姐姐3年前这篇文章被药王亲口否定过，第一才女的美名，恕妹妹直言，名不符实。娘，今天我……星儿，没关系，咱们的大棋才刚开始走。娘，苏月手里到底攥着多少我不知道的牌？星儿，无论他手里有什么，只要咱们的大棋走成了，什么都无所谓。大棋，不管什么大棋，我手中这张牌都能取你2人性命。苏欣并非父亲所出。苏欣不是父亲所出这件事，上一世我在滴血验亲那天亲眼看到过，那2滴血始终无法相容。这一世，我必须提前着手准备。苏管家，这味药叫什么？血尸。
血疾能活血化瘀，常人服用无碍。但若与某类血型的男子接触，服用此药之人不可能为那名男子留下血脉。二小姐是说，丞相与此药相合，所以苏心不是父亲的孩子。我今天去见柳姨娘，把这张方子放在她面前，让她知道这把柄在我手里。她短期内应该是不敢乱动了。二小姐，那下一步帮我查一个人。柳媚儿年轻时是清沁人，追求她的男子不少，其中有一位秀才出身、姓云的落魄公子，与她有过旧情。此人如今在何处？查清楚。老奴这就去办。那张方子放到柳姨娘面前，她的脸色就什么都说明了。我没有多说，只是让她知道，这把柄在我手里。月儿，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是请姨娘安分一些，少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这张方子说明不了什么。说明不了什么，没关系。还有滴血验亲这件事，姨娘怕是比我更清楚那2滴血能不能入。姨娘好好想想，把柄在手，她暂时不会轻举妄动，但这件事还牵着一条线。二小姐，那位姓云的落魄公子查到了，他如今在皇城，身份不简单。此人化名隐居，但背后有一个极为隐秘却有权有势的靠山，牵连颇深。看来柳氏这条线牵出的不止苏心的身世，还有更大的阴谋。皇帝病情比上一世严重得多，卧榻已有月余，3位皇子各有动作。大皇子老谋尽算，2皇子上官南风积极揽权，只有3皇子上官南星每日安静侍病，不露锋芒。上一世我一直以为皇帝是积劳成疾，这一世药王复诊之后把我喊来，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脸色骤变。这不是积劳成疾，这是慢性毒，有人一直在他饮食里动手脚，少量积累，日复一日。具体是什么毒？师父可否明示？朝厌散，无色无味，积年累月，模仿体虚之象，寻常太医根本看不出来。解药我来调备，需要3日。但有一件事，此毒若断了来源，症状会慢慢好转；若来源不断，纵然解药日日服用，也不过是撑着，到头来还是撑不住。上一世皇帝死得早，上官南风提前上位，我那时以为是天命。这一世我明白了，那不是天命，是有人在谋划。这毒只有一个人有动机、有手段、有机会。是2皇子做的。御膳房2名厨子入职时间与上官南风府中人员变动完全吻合，前后不差5天。你要告发他？告发？太便宜他了！我要他用自己手里的刀亲手刺穿自己。他信我，也懂我的意思。这一局从今天起，我们站在同一个方向上了。药王3天调出了解药，我亲自端进御前。皇帝将信将疑，但还是喝了。第2天，皇帝就觉得神清气爽，第3天能下床走动了。苏月，你又救了朕一次，朕问你可有所求？臣女斗胆求陛下一事，彻查御膳房，查清禁毒之源，让害人者绳之以法。你已有方向？臣女有一些线索，愿呈交陛下预览。传朕旨意，着令彻查御膳房，今日便查，不得有误。
遵旨。能获得皇帝的信任与赏识，对我有利无弊。二小姐，皇帝下旨彻查御膳房，负责督办此事的是兵部一位姓卢的侍郎，此人是二皇子的人。他急了，他要销毁证据。二小姐，若证据被销毁，那2个厨子早就被我换掉了。他要销毁的人，现在在一个他永远找不到的地方。布局越深，落入圈套才越有趣。我故意放出消息，说自己手里有一个关键人证，那人亲眼目睹了下毒的全过程。上官南风果然急了。今晚子时，苏青，你带着那个人证，在城南废弃客栈等3刻，有人来劫杀，配合对方靠近，但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。二小姐放心，放进来的网不能让猎物察觉。那个人证是贾尔，苏青演的是被保护的证人。上官南风的人一出手，我便将提早布好的包围收拢。若风将人扣押，这封密令交给3皇子。今晚之后，上官南风将会在这盘棋局里嗅到真正的危险。我要的便是他坐不住。你那个妹妹比我想象中难对付。那就从她身边最珍贵的人入手。小朵来报，苏欣秘密让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男人进了丞相府，说是找活干，但此人身手绝非寻常。我立刻明白，他们的目标是我娘亲。月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娘，今晚委屈你在这里，有我守着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月儿，是有人要害娘吗？娘，你信我就好。前世的腊八夜，娘亲就是在这样的夜里受辱，从此疯癫，再也无法恢复正常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这件事发生。是谁指使你来的？苏欣，月儿，娘，这辈子我来护你，是我欠你的。苏欣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刺客的供词，苏欣的亲笔密信，小朵的亲眼所见，3证并立，无从抵赖。我把这一切摆到父亲面前。这是刺客供词，画押在此。这是苏欣人买刺客时亲笔写下的密信，笔迹可对照。这是苏欣身边丫鬟小朵的亲眼证词。
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，都给我跪下！上一世你们对我的孩子下手，对我的眼睛下过手，对我的腹部下手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们也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。父亲命人将苏心禁足，柳姨娘也被剥夺内院管家权。这一局，我赢了。二小姐，苏心被关在房内，但她嘴里一直在重复一个字。什么字？风。苏心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上官南风是你的靠山，可惜你不知道，你已是他随时能弃掉的棋子。苏心手里那张密约，是最后的底牌，也是最危险的牌。皇帝身体恢复，龙颜大悦，传召我入宫。我以为不过又是一道赏赐，没想到这一次是郡主封号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越御景洪灾，护国有功，一诊赈灾，活人无数，解御驾之毒，忠勇可嘉，特赐封平越郡主，赐金印1丈，令礼部被全废嫡出郡主标准，钦此。臣女谢恩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正视过月儿，没想到她竟有这么多深藏不露的本事。平越郡主的封号是我用一步一步的证明换来的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人人轻贱的苏月，如今竟成了郡主，而我却被禁足于一方小院。苏月，你等着。平越郡主1丈首次出行，皇城万人空巷。上一世，我第一次出宫是躲在轿子里，死不敢掀帘子。这一世，二小姐，大家都在看你。前世我被柳氏多年下药，胖成200多斤，出门只敢半夜坐轿，还被后头跟着的工人暗中嘲笑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做到了被人仰视。1丈归府，天色渐沉。百年，走，这个城市看你。苏青，二小姐，怎么了？苏心逃跑了。苏心借着上官南风那枚令牌，从角门混出去了，连夜奔到二皇子府。二皇子，仙儿无路可去了，只有您这里。先住下。二皇子，看来他心中始终有我。先住下，别的事
再说。上官南风让他住下，不是因为在意他，是因为他手里有2人签过的密约，还不能撕破脸。他在他府上才方便控制。苏心以为进了靠山的怀抱，实则是进了一个更大的笼子。二小姐，苏心在二皇子府住下，丞相震怒，派人去二皇子府交涉，被回绝了。皇帝那边也听说了此事，对二皇子已然有了疙瘩。那要不要追？不用，让他留在那儿，把柄在我手里，他跑哪儿都是笼子里的鸟。二小姐，还有一件事，苏心在二皇子府已经开始让人调查那件事了。我与三皇子那夜在皇子府同处一夜的事，二小姐早就想到了。他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不会停止与我争斗。随他查去吧。苏心认为那夜之事会让我难逃名节之损，可他错了，他将再一次作茧自缚。上官南星在药王和我半年悉心医治下，陈高彻底痊愈，这在所有人看来几乎是奇迹。回皇上，三皇子当真康复了。儿臣叩谢父皇洪恩，亦叩谢药王，叩谢平越郡主。上一世我没能救你，这一世我终于还清了这笔欠债。父皇要传位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上官南风，你等了这么多年的东西，就要拱手相让了。上官南风意识到局势向三皇子倾向，采取险期，让人在三皇子的药材中做手脚，意图让旧病复发。我安插的眼线提前察觉了异样。这是有人在药材里做了手脚。上官南风府中调换药材的指令原件，我已经让人拿到了，连同这份调包的药材一起交给三皇子存档。此事暂且勿要声张，等更好的时机。先不动，让他以为得手。他在等你倒下的消息，那就让他等。上官南风等了整整10天，等来的是三皇子出宫打马球的消息。上官南风，你的棋下得再深，也不如先知一步的人。郡主，说来区区丞相嫡女，靠治病博了这名头，倒也不容易。夫人说的是，治病本是分内之事，要说博名头，倒不如说皇上赏识医者之德，拿名头换药材，对百姓而言，值当的。当初郡主在金銮殿的赌约可还算数？臣女当初赌的是婚配自由，从不是为了嫁给谁，而是为了不被谁随意安排，这一点至今未变。皇帝设宴庆贺三皇子康复，百官命府悉数出席。有人觉得郡主封号来得蹊跷，当众旁敲侧击，他没想到我会当场接招。苏月，你知道三皇子对你的真实想法吗？其实他一直在等你。二皇子，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。我知道上官南星这句话不是在帮上官南星，是在试探我的反应，只可惜我没给他任何想要的反应。苏心在二皇子府内发现了上官南风秘密豢养暗部之事，以此为筹码，要挟上官南风兑现承诺，却不料他低估了上官南风的心机。不用了，却不知道的。上一世，苏心在宫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瑾妃，荣宠无尽。这一世，我终于让她狠狠跌落谷底。
小姐，小姐，上官南风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。我用圣上赏赐的钱，在皇城最核心的位置，以娘亲的名义盘下一间废弃的药铺，取名平月堂。平是希望娘亲平安喜乐，月是我的字，药王亲手是亲题匾，我把它挂了上去。平月堂。月儿，苗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次觉得值得。娘，还有更大的局。女儿要为你撑开。得知城南贫民窟的染病突然爆发，我实在不忍无辜排民受苦，于是孤身前往，却发现已经有人在施救了。他的某几个针法，连药王都不曾教过我。他是谁？你这针法谁教的？药王。前辈，您是？别人罢了，不必问。跟着做什么？我没有好东西给你。前辈，您那几针我没见过，也没学过。我想学。随便什么人都要学，我较个什么劲儿？那前辈出个题考我。这双眼睛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。医者何为？救人。哼，废话。不是某一些人，是所有人，不论贫富，不论贵贱，请前辈留下。教我更多。3日后，你若来，我便教你。你身边怎么总能遇到奇人？缘分吧。苏月，怎么了？谢谢你治好了我的病。是我该谢谢你。谢谢你当初在金陵殿为我求情。前世我被苏心剖腹，他害死我的孩子，害死小何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站在我面前那道嗜血的笑。苏月，我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是我害了你。上官南星说前世害了我，他说的不是没能护住，而是害了。上一世我察觉了苏心和上官南风的阴谋，却因为病重弥留，无力阻止。是我的存在，让你被上官南风视作威胁。那场剖腹取子，最根本的原因是我。如果没有我，你不会死在那一夜，那是我最大的遗憾。南星哥哥，你不欠我的，上一世不是你的错。但我欠自己一个答案。这一世我想陪在你身边，亲眼看你把那些人踩在脚底下。那你要跟上。南星哥哥，那些事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。我知道。我说完没有觉得更难受，反而轻一点了。月儿，这一世不管你要去哪里，我都陪着你。南星哥哥，这句话我记下了。二小姐，不好了，上官南风的暗部出动了，这次的目标不是你。是谁？是药王。备马。小朵急报，上官南风的暗部出动，目标是药王。我连夜奔往平月村，还没到草庐，就看见那里已经有黑影埋伏，至少7、8人，刀光月光交叠，全是练家子。我得想办法引开他们。正面打我赢不了，
但我苏月的针不只可以救人，还可以要人性命。这软筋散无色无味，随风飘散，会让你们筋脉酸软。前世我在另一处悬崖边也是这样，跳下去只为赌一口气。这一世我不会再跳。那几针还行。师父，别说话。我没教错人。这是皇帝的禁卫暗印。这批刺客，除了上官南风，还有第二个幕后主使。有人不想让药王活着。皇帝的禁卫暗印不是谁都能用的，它只能出自宫中极少数人之手。我和上官南星秘密追查，一层一层剥开，最终找到了一个名字。只有这一个人有机会同时接触暗印，又与上官南风有过往来。太妃表面与世无争，实则一直是上官南风背后的靠山。我倒是想起来，药王掌握着一份东西，那个东西若公之于众，太妃将全族覆灭。那份东西关乎一桩皇位传承的旧案。这件事的水，竟比我想象的深得多。若我真有一日不在了，这个你代我保管。信上说，大皇子并非皇帝所生。那封信是药王压箱底的最后一张旁，大皇子并非皇帝血脉，而是太妃与旧日情人之子。这个秘密一旦引爆，太妃一党满门覆灭。但揭穿此事的时机未到，先藏好，不动。但要让太妃知道，这个把柄在我手里。没错，如此一来，他就不敢轻举妄动。我来告诉他，月儿，小心些。我知道，卿主。郡主深夜来访，所谓何事？太妃，有一件旧事想和您说说。哦，什么旧事？大皇子的事。太妃，这件事原件在我手里，我今日过来不是要做什么，只是想让您知道这件事在我这儿，好让您多一份安心。你想要什么？什么都不要，太妃安分，我便安分。这消息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，上官南风得知我手中有一个足以撼动朝局的秘密，他第一次对我产生了恐惧，于是他想在我开口前将我彻底毁掉。上官南风命人散布谣言，说我的医术全是骗局，疫情中的药方其实从别处到来，还伪造了几份证人证词。皇城里拥护我的声音一夜之间全部翻转。二小姐，外面都在说您的医术是假的，说那方子是偷来的，连证人都有。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二小姐，您……我早已在等这一步。听说这几日有人说我的医术是假的，药方是偷来的。今日我把当初被救活的人都请来了，由他们亲口说。我家婆娘发病那天浑身抽搐，郡主亲自给她施针喂药，守了一宿。这要不是真的，那谁来告诉我，我婆娘现在怎么还好好的？居然亲自来了，那就让你亲眼看看今天是什么结局。
那几份伪造的证词是外行人写的，里面的医理一眼就能看出错漏。药王当众拆穿，不过是几句话的事情，请师父指正。哼，这里说败毒散用大黄为君，胡说八道。败毒散的君药是枪好毒散，是哪个大夫写的这种废话？这是证人提供的，说是看着我的大夫开的方子抄下来的，只是不知道这位证人是被谁请来作证的。是二皇子的人逼我的，我不敢不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郡主饶命！打死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二皇子，慢走。皇帝听闻全城经过，龙颜大怒，当场传召上官南风入宫问话，父子关系骤然降到冰点。你有没有受伤？这些是上官南风劫杀人证的命令，调包药材的指令原件，按部名册，都给你，你比我更知道怎么用。这些证据足够将他永不翻身了，你确定？确定。前世的仇，我必须报。皇帝在御书房当面训斥上官南风，措辞严厉。那一日，隔着御书房的门，我们能听见里面有重物落地的声音，和皇帝压抑到极点的怒声。宫中消息迅速蔓延，各方势力开始重新站队，这盘棋距离终局越来越近了。苏欣将我与三皇子那夜同处皇子府的事大肆散播，给几名贵族女犯添油加醋，意图毁掉我的名节。消息一出，皇后宫中也有了议论。二小姐，苏欣那边把那夜的事传出去了，说您和三皇子同处一夜，还越说越难听。那一夜的事我们都清楚，你府上老管家也都清楚。我去一趟皇后宫里，当面说清楚。谢谢。苏欣，你精心准备的最后一招即将再次落空，这一次我绝不会给你留退路。苏欣被禁足于丞相府最偏僻的院落，今夜我决定去看看他。是你。你早就知道了，这封信早就在你手里了。没错，在我手里很久了，一直没有用。我在等父亲主动找我。贱人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你记住，你的命从始至终都在我手里。既然你要我死，那就别怪我拉你一起。终于，我等到了父亲主动找我，他想彻查苏欣的出身之事。原来此事他已怀疑很久，只是不敢确认。苏欣，今日我便要将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，报我前世被剖腹取子之仇。此事是真的？没错。父亲，您不也怀疑了许久吗？
滴血验亲。滴血验亲这一幕，我在上一世亲眼见过，知道所有细节。这一世，我提前做好了准备。那盆水，苏管家悄悄做了手脚，让结果和真相一致，无从抵赖。你等了这么久，就为了今天？你错了，我等了整整一世。不行，老爷，不可以！不对，一定是水的问题，换一碗，换一碗！从今日起，苏心禁足安兴轩，无我命令，不得踏出半步。柳姨娘削去姨娘名分，迁出烟柳阁。要怪，就怪你的心上人吧。上官南风，是他，这一切是他。醒醒吧，你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。苏心，这只是开始。上一世你欠我孩子的，欠小荷的，我会向你一一讨回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进地狱。苏心孤身入宫，将上官南风秘密养暗部、刺杀药王的证据一一呈给皇帝，也将他自己与上官南风签下的密约亲手交出，打算和上官南风鱼死网破。你可知欺君可是掉脑袋的死罪？皇上，臣女今日所成，字字属实，天地可见。若有一字虚假，臣女该受极刑。朱公公，传旨，即刻围了二皇子府。是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。你今日做的这件事，算是为你前世将功折罪一次。听不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苏月，你很得意吧？前世的仇，我终于报了。上官南风被押入天牢审讯，太妃接连被传唤。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但皇帝召见我和上官南星，说了一件事，让我们都愣住了。上官南风，朕不想杀他，他是朕的儿子，朕只是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让他自己选。朕想设一个家宴，把所有的破绽，把所有的机会全都摆在他面前。若他放弃，朕保他一世安康；若他……父皇，儿臣明白。臣女听从陛下安排。三弟，二哥敬你一杯。上官南星，喝下它，我便放了苏月。风儿，10、9、8。你喝了，你喝了！
赢我！上官南风，这场宴会你选了死门。父皇，你知道我讨厌你什么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明明偏爱上官南星，却为了不落人口神，每次宠他的时候都要带上我，让我亲眼目睹你的偏心。下辈子我再也不想做皇子了，我也想感受下父爱到底是什么感觉。上官南星，你赢了。上一世，这个男人害死了我，也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这一世，他亲手结束了自己，我却丝毫没有复仇的开心。小姐，喝一口暖暖。当我以为这一切就要结束了，药王连夜派人来报，在审讯上官南风的口供中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，那个前世给我投毒、毁我容貌的幕后黑手，还有第三个人，一个从未暴露的真正主谋。郡主，这是三皇子让我送来的上官南风的口供，您先看看。口供里出现的名字是父亲苏燕。那年我们母女被发配乡下，是他主动配合柳姨娘，用我换取政治庇护。我落泪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终于确认了一件事：我从来不曾被父亲爱过，我只是他可利用的一枚棋子。这件事，我选择原谅，但不是为你，是为了母亲。娘亲，我替你做完了该做的事，余下的路，我们母女二人一起走。上官南风倒台之后，我一直压着的那件事，终于可以摆上台面了。外祖父顾家当年被人伪造账簿，诬陷贪污，全家蒙冤。三舅舅顾清之凯旋归来的那日，就在金陵殿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亲口请求皇帝重翻旧案。启禀皇上，臣保家卫国，鞠躬尽瘁，要的并非封赏，而是请求皇上彻查我顾氏一族冤屈。我顾氏在东幽世代为臣，忠心耿耿，贪污之事定是有人诬陷。臣顾清之什么都不要，只求皇上明察，重新翻案。二皇儿，此事如何看？回父皇，顾将军此番凯旋，又主动献出线索，协助查明上官南风案，其忠心可见。儿臣以为顾家一案证据存疑，当年账簿来源从未彻查，不如重新核查，以正视听。准，着令大理寺彻查顾家旧案，7日内呈报结果。谢皇上。7日后，大理寺呈报结果。那张伪造的账簿，笔墨年份与当年账目时间完全对不上，造假之人已随上官南风案一并落网，铁案昭雪。皇帝下旨为顾家平反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氏一族贪污一案，经大理寺重查，查明系遭奸人伪造账簿，蓄意陷害，顾氏无罪，特此诏雪，恢复名誉，追封已故顾老爷忠勤伯爵位，以彰其忠。
钦此。臣女谢恩。月儿，娘的父亲终于，娘，多年的委屈，总算有了一个交代。我没有想到，就在顾家平反后的第3天，上官南星进宫，亲口向皇帝请旨，要赐婚于我。你知道他曾在金銮殿上赌了婚配自由吗？知道，所以儿臣来求赐婚，而不是命令他嫁。你想要请求？准。圣旨送达平越郡主府的时候是傍晚，日头刚刚沉下去，天边一片橙红。小姐，你不高兴吗？小姐，没事，没什么不高兴的，这是南星哥哥亲口去求的。赐婚之事，若你是认真的，我愿意。那一夜，我们在院子里坐到乐声中天，说了很多从来没有对另一个人说过的话。今晚终于一句一句说出来了。这些都是真的。我这辈子不想再欠任何人，也不想让任何人替我牺牲。那我换一种方式，不是你欠我，也不是我欠你，是我们2个人一起往前走。一起往前走，这4个字比任何承诺都落地。娘亲听说了赐婚的事，喜极而泣，拉着小何问了半个时辰的细节。月儿我终于可以看到她幸福了。总算开了窍，这2个木头。皇上病情骤然加重，危在旦夕。什么？药王和我连夜入宫，倾尽所能。药王这辈子的本事，那一夜用出来了大半。师父，你那一夜用的是自己的元气。看来父皇这次或许是真的要传位了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说了什么？父皇说，他这辈子欠我一份父爱。太子殿下，天牢里，二皇子
不见了。上官南风越狱，带着死忠逼宫，宫中火光四起，兵器相交的声音从四面传来。我跟着顾青之的人拦截叛军，一边施药救助倒下的禁卫，一边协助布防。拦住这条道，不能让任何人过去。谢郡主，守住！你以为苏月是因为爱你才陪着你的吗？她不过是个复仇的棋子，利用你登上高位，等你做了皇帝，她一样会抛下你。既然，也许吧，但那是我们2个人的事，我心甘情愿。一夜激战，上官南风的叛乱被彻底镇压，他本人被生擒，拖至御书房。上官南风，废为数名勇士囚禁，不得出大理寺一步。上一世，这双手亲手害死了我和我的孩子，这一世，他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上官南风入狱，上一世的账彻底了结了。怎么了？小姐，药王药王老人家昨夜没撑住，走了。师父，妖王走在那一夜，他把最后一点元气送进了皇帝的身体里，就再也没有撑起来。师父，你这双手救了多少人？这一世我没算过，但我知道，连我也是被你救过的人。药王走前留了一句话，让我将平月堂发扬光大，让更多穷苦之人得到医治。师父，我会记住你的话。师父，您的心愿，我都会替你完成的。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皇帝要让礼部准备太子登基大典，还有圣旨里点明了新帝大婚人选，皇帝钦点，正是您的名字。师父，你看见了吗？上官南星即位，史称文帝，年号平月。这个名字是他亲自定的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选这2个字，但我知道。父亲，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正视我，便是在这里。登基大历礼成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新帝登基，这是往哪里走？苏月，朕要娶你为后。大婚之日是母亲亲手替我梳妆的，母亲的手指一直在轻轻颤着，一直在笑，眼里却全是泪。上一世出嫁前夜，娘亲早已不在，这一世娘亲在，还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月儿，你头发都乌了，你记得那年刚回来，你的头发还是黑亮黑亮的。娘，女儿记得。今天娘高兴，你别管娘苦。
前世我满心的恨与不甘，这一世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好在那些恨意化成了今日站在这里的力气。这一世，我不让你一个人扛了。好。还有最后一件事未了，苏欣。苏欣被安置在城外一处小院，没有了从前的风光，但也安然无恙。我亲自去见了他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要亲口告诉你几件事。你一直所说的重生，竟然是真的。这些都不重要了，这一切我都原谅了，不是为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对不起，我说不出没关系这3个字，但你好自为之。我回了皇宫，走在那条熟悉的公道上，风从朱红的宫墙之间穿过来，吹在脸上是凉的，却不再寒了。这一世，这里是我的宫殿，是我的家，复仇这件事彻底结束了。月儿在想什么？在想这辈子值了。我不再是任何人的棋子，我只是他自己，平月郡主，平月皇后，以及那个终于活出自我的自己。